每年大蒜便宜的时候，我都会趁机买很多，方便慢慢享用。但我一直很担心，大蒜如果储存不当，很快就会变质。我之前把大蒜放在塑料袋里保存，仅仅几天就干枯发芽，有一些蒜瓣甚至开始腐烂。后来我尝试了很多方法，最后只留下3种最实用的，它们简单、经济、实惠，而且非常方便日常烹饪。今天我就把每个步骤分享给大家，我们一起来做吧。第一条建议最简单，我通常在厨房里只有少量大蒜使用它。首先挑选表皮干燥、拿在手里结实的蒜头。我一直牢记一点，大蒜千万不要用水清洗，因为大蒜一旦沾水，水分增加，发霉和发芽速度会更快。我用的是纸袋，拿一把剪刀，在袋子周围剪几个小孔，不用太多，2-3个孔就足够了，这样大蒜就不会像塑料袋里那样被闷坏。我喜欢用纸袋的原因是它吸水性很好，这样储存的大蒜不容易发霉，发芽的速度也慢很多，简单、便宜又环保。现在把大蒜装进袋子里，分量要适中，不要装太紧，一定要给大蒜留出空间。装太密，大蒜无法呼吸，更容易变质。处理好后，把装大蒜的袋子放在厨房阴凉通风的地方，避免阳光直射。自从用了这个方法，每次做饭只需取出一个蒜头剥皮就能用，这样保存的大蒜香味浓郁，质地紧实，可以放2到3个月，非常方便日常烹饪，再也不用担心大蒜干瘪或发芽，适合日常少量使用。但如果你的厨房比较潮湿，大蒜放不久就发芽，那接下来这个小技巧能帮你彻底解决问题。用这个方法，我会保留大蒜外皮不剥皮，因为外皮是天然保护层，能让大蒜更香更耐放，还能防止储存过程中变干。首先我们准备一个可密封罐，然后将大蒜掰成一小块一小块的。掰好之后装进罐子里面，然后在大蒜的上面撒一层小苏打，小苏打可以吸收罐子里的水分，保持大蒜干燥，防止发霉。最重要的是能防止大蒜发芽。接着再把蒜瓣放进罐子里，不要装太紧，装到20%，继续在上面铺一层薄薄的小苏打，然后再铺一层蒜瓣，重复这个步骤直到罐子装满。我最喜欢这个方法的地方就是简单，不用冰箱，不用其他设备，只要一个密封罐和一点小苏打就够。全部装好后盖上盖子，放在干燥通风、避免阳光直射的地方。我通常每隔1到2个月换一次小苏打，潮湿的日子里会打开盖子让大蒜透透气，不用很久，1到2个小时就够。自从用了这个方法，大蒜一直保持香味，味道一点不变，不发芽，表皮也不会变黄。一点点都不会。这个方法能让大蒜保持完整、干燥，不易腐烂。但如果你想随时用蒜，不用每次都剥皮压蒜，那你一定会喜欢接下来这个小技巧。我先用已经剥好皮的蒜瓣，然后把它们放进绞肉机里，往里面加入1勺醋和2勺橄榄油，这样能稳定大蒜，减少切碎后的细菌滋生，还能防止大蒜变黑，避免香味流失太快。然后搅拌到混合物变得浓稠，不用打得特别细腻，保留一点颗粒感，做菜更香。搅拌好后，把大蒜泥分成2份，一份放进冰格，每个格子刚好是1次烹饪的用量，要用的时候直接取1块就行，不用再称量准备。把冰格放进冰箱冷冻室，这种方法可以保存大蒜6到12个月。剩下的大蒜泥装进小玻璃罐，这一小罐大概能用2到4周，大蒜能一直保持新鲜，特别方便。每次用前不用解冻。
记住，盖子边缘要留出大约1厘米的空间，最后在上面再倒一层橄榄油，隔绝空气，尤其能防止开盖后大蒜变黑。我用这罐大蒜做过很多菜，拌沙拉，直接加进炒菜里，做出来的特别香。用完盖紧盖子，放回冰箱就行。这时候冰格里的大蒜也冻好啦，取出来，把每块蒜块分别装进密封袋，以后每次做菜拿1块就够。我觉得这个方法对日常做饭来说真的特别方便。当大蒜正当季，价格便宜时，我还会买很多大量储存，这时候就需要更宽松、更通风的储存方法。如果你也习惯大量存蒜，最后这条建议一定要试试。首先把整颗蒜头放进纸盒或小纸板盒里，我喜欢用盒子，因为能保证空气流通。室内储存的大蒜不会受潮，不会闷坏，腐烂慢很多。大蒜只要一点水分就会很快发芽变质，所以对我来说，一开始就保持干燥最重要。现在拿一张纸巾，中间放2勺食盐，像这样整齐包起来。用橡皮筋轻轻固定，刚好不让盐洒出来就行。然后把盐包放进装大蒜的盒子里，盐会吸收空气中多余的水分，保持大蒜干燥，减少发霉。我特别喜欢这个方法，因为盐很温和，不会改变大蒜的气味，也不影响味道。在这种干燥、通风、稳定的环境里，大蒜能保存更久，味道还像刚买回来一样鲜。把整个盒子放在阴凉干燥处，避开阳光。最神奇的是，只用厨房里很常见的盐，大蒜就能保持3到5个月。这个方法特别适合大量储存，或者厨房比较封闭的情况，随时都能吃到新鲜大蒜，不用担心发芽、发霉、失香。今天我分享了厨房里常用的4种大蒜储存方法，你可以根据大蒜的多少，选择最适合自己的。最后感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